我带同事们出来喝酒，结果发现钱没带够。情急之下，我走向 VIP 卡座里最帅的那个男人。嘿，能帮我结下账吗？我稍后 Venmo 转你。那男的还想装酷，小姐，我们认识吗？我一把夺过他手里的酒杯。不认识。但你问问你的保镖，他找我帮过多少次忙了？我救你那么多次，你就不能回报一次？男人一脸困惑，但他的保镖立刻用手捂住了脸。老板，是真的。每次您喝的不省人事，谁靠近您就攻击谁。除了他，我给他打过好多次电话，求他把您送回家。围坐在他身边的那群男人顿时来了精神，看我的眼神像在看稀有动物。等等，真的假的？卢喝醉的时候跟疯狗一样，没人能碰他。是啊，我有次想扶他回房间，他差点把我胳膊拧断。我也是。都说卢一喝酒就跟被鬼附身似的，我当初不信，非要跟他拼酒，结果骨折住了2个月医院。医生说是高度防御本能。他意识不清时，谁也不信，所以见人就攻击。这姑娘有什么特别的？我不信，除非她现在证明给我们看。我挑了挑眉，拿出手机亮出收款码，行啊。先转我500块，我就给你们表演一下。还真有人掏出手机给我转了账。叮，到账了。我指了指988台，我去把账结了。你们把他灌醉，然后来找我。整个卡座开始起哄喧哗，只有中间那个男人卢克·万斯危险地眯起眼睛盯着我。我才不怕，我见过他抱着马桶的样子，我还有照片呢。呵，看看他现在人模狗样地坐在 VIP 卡座里，跟个国王似的，优雅又高贵，全是装的。我早就见过他最狼狈的模样了。我结完账，把同事们送走，然后回到了卡座。嘿，钱都收了，总得兑现承诺。卢克的朋友们正拼命给他灌酒，但卢克不配合。他抓住我的手腕，把我拽出夜店，塞进了他的迈巴赫里。砰！车门关得震天响，整个车都晃了晃，就像被摇晃过的汽水瓶终于拧开了盖。我揉了揉鼻子，喂，你喝醉了只认我，这又不能怪我。我也很烦的好吗？2，这一切始于6个月前。那天我加班到很晚，看见一个男人大字形躺在马路中间，把一辆共享单车当被子盖。那场面简直太搞笑了。作为资深网民，我肯定要拍视频。但走近一看，靠，这张脸真绝。可惜是个醉鬼，浑身酒气。他嘟囔着口渴，我拿出水瓶给他倒了杯水。他出乎意料的听话，大口喝了下去。我试图叫醒他，喂，你不能睡在大街上。你手机呢？我帮你打电话叫朋友。他不理我，在沥青路上睡得正香。我没办法，只好搜他的身，发现他的腿长得离谱，简直是模特级别的长腿。我找到了他的手机，用面容 ID 解锁人睡着了很容易操作，然后给他通讯录第一个联系人打了 FaceTime。我把摄像头对准他的脸，喂，这个手机的主人睡在大街上了，你要是他朋友，快来接他。电话那头的人连地点都没问，直接尖叫起来，离他远点，5英尺。立刻，我以为他担心我要抢劫这个帅哥，我嗤之以鼻。放心，我对醉鬼没兴趣。位置发你了，快点来。那人又喊道，别无视我，除非你想死。神经病。我挂了电话，然后我坐在路边守着这家伙。他觉得我的大腿比自行车枕着舒服，就把头枕了上来，在月光下睡得像个婴儿。10分钟后，那朋友赶到了，看我们的眼神跟见了鬼似的。我发誓，听着，我没对他动手动脚。我刚一开口，那男人就动了。他双手环住我的腰，把脸埋进我肚子里，把我当成了人形抱枕。我根本掰不开。我扯了扯他的耳朵，喂，醒醒，你朋友来了。松手。他纹丝不动。我看着那朋友，帮帮忙啊。
我挪不动他的胳膊。那朋友站在5英尺外，不肯靠近。我火了，你杵在那儿干嘛？他说，我不想死。啥？3。那人解释说他不是朋友，是保镖。他把车开过来，正好停在5英尺外，你得把他弄上车。你有病吧？他是你老板，不是我老板。我好心叫你过来，现在还得干体力活。保镖拒绝帮忙，抱着胳膊站在那儿。我气坏了，把火撒在醉鬼身上，像拖麻袋一样拖他。保镖大概是怕我损坏货物，终于上前帮忙。突然，那个睡得死沉的男人猛地弹了起来，速度快的我都没看清，他就从腰带里抽出一把瑞士军刀。他把我拽到身后，动作流畅地挥刀刺向保镖。那速度，那很近，要不是保镖躲得快，肯定见血了。我目瞪口呆，这什么情况？保镖又退回到5英尺线外，尴尬地笑了笑，瞧见没？这就是我不敢帮忙的原因。老板喝醉时，没人能靠近，他的防御机制是顶级的。我下意识摸了摸脖子，好吧，我撤了。但那醉鬼只是收起刀，沉重的脑袋又靠回我肩膀上，继续睡了。保镖也懵了，你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在他这种状态下能靠近他的人。你瞎吗？他现在靠的是我。我欲哭无泪，那现在怎么办？你得把他弄上车，送他回家。你会开车吗？理论上是会的，实际上，也许。拜托了，你们是不是在耍我？为什么非得是我？他父母呢？他父母早就不在了。他只有一个爷爷，连他爷爷都靠近不了。太离谱了。我使出吃奶的劲儿，才把这个1.8米几的男人塞进车里，然后开车送他回家。事后，保镖加了我微信，说可能还会需要我。滚，没有下次了。他赚了我5000块钱。我立马回复，乐意为您效劳，随时联系。不过每次都是这个价。4。2周后，深夜，保镖又给我转了5000块。林小姐，紧急情况，请速来，位置已发。我跟着导航到了全市最顶级的夜店，推开 VIP 包间的门，看见几个看起来很有权势的男人横七竖八倒在地板上。救护人员赶到，把他们全都抬走了，只剩下卢克、万斯一个人，手里握着瑞士军刀，退到角落，眼睛血红地扫视着房间，寻找威胁。说实话，他看起来像个要杀人的恶魔。我不敢靠近，我的腿在发抖。我试图退前，不行，这活接不了。保镖立刻又赚了5万块，明白？危险津贴，够了吗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但5万块啊！我只是个社畜，我无法对5万块说不，所以我走向了他，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嘿，别杀我，把刀放下。我是真没想到他居然听我的。他醉眼朦胧地看了我好久，然后收起了刀，接着他晃了晃，直接栽倒在我怀里。哎呦，他太重了，我失去平衡，两人一起摔倒。幸好在快落地前，他扭转身子，成了我的人肉垫子。我软软地摔在了他身上。